淡水筏钓缘起于国人原创，受日本海筏影响，浙江垂钓人将之改进。事实上，究其史据，筏钓所用鱼竿、鱼轮，早在唐宋时期的神州大地便已出现。而今穿越千年，一竿一轮，一线一饵，徜徉山水之间，融于水墨当中，颇具古韵。本栏目由很牛的野钓鱼饵品牌西部风鱼饵冠名播出。本栏目指定鱼线、鱼钩由完美渔具全程赞助播出。资溪县隶属于抚州，是江西东大门。资溪既是中国面包之乡，又是全国生态旅游大县、全国生态示范区等，素有华夏翡翠、人类绿洲之称。资溪自然生态保存完好，森林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7.1%， 被誉为天然氧吧。纯净山水树，最美九龙湖。九龙湖景区位于资溪县城郊区8公里处，湖区宛如9条蛟龙盘卧山峦丛林之中，故而得名。九龙湖湿地总面积 127.64 公顷，公园内有塘库、永久性河流、红泛平原等湿地类型。听说这地方的风景呢特别漂亮。而且呢，我以前有来过一次，但没有钓鱼。确确实实觉得这地方的风景真的跟仙境一样。九龙湖的话，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这里还是原生态的，环境非常优美，是旅游休闲的一个好地方。非常的原生态，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非常少。谢谢老板。老板，来我们合个影。本期节目中，探钓者胡伟相约好友陈一达以及赵红光和赵红彤两兄弟来到九龙湖进行探钓。这一次就约了我们赵红光、赵红彤弟兄俩，还有我们杭州的大吉大利的陈总，他们都是筏钓的顶尖高手。所到的目的地位于九龙湖水上乐园附近。不巧的是，刚到钓点就下起了大雨。但是对于疯狂探钓的钓鱼人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问题。到这个水域感觉今天下雨嘛，气压比较低，我是觉得这个鱼情也不一定会很好。这么漂亮的风景，我们今天到知溪来钓这个筏钓。分一下组，我觉得啊，帽子颜色吧，帽子颜色分呗。我丢两个一边，可以，你丢两个，你轻丢两个一边。行。我们不分鱼种，就钓总重量，好不好？行。我们来比一下，输的人给赢的人请客。好，没问题，喝酒，好吧？好，没问题。那我跟你讲，最好红光你开的好一点，你开公饵。我们都公饵，你开的我们统一用。然后呢，我们两个呢分开，我钓微铅，我钓玉米。你看那玉米，我听说这边莲蓉也多，所以呢，莲蓉饵叫红光老师开。好的。我们两个呢分开，你钓莲蓉或者我钓这个，你怎么分随便你，可以，好吧？钩子还要给我绑一点。好，那我马上绑钩。来，准备。好。为了活跃气氛，4人决定2人一组进行掐鱼。
赵洪光和赵洪同两兄弟一组，胡伟和陈一达为一组，展开探钓比赛，按尾数来计成绩。掐鱼是我们提高一点乐趣吧，反正既然是一个比赛，肯定大家都会认真一些。那么我们这等于4人掐鱼在一块切磋，下雨也照干，啊，所以呢下着雨，我们就在雨中进行垂钓，感觉到还另有一番趣味。可能我们要用的味型呢要稍微淡一点点，啊，用天然的。它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我看着这个水啊很肥，天然饵料应该不缺，所以呢酸度加大点也许好一点，对吧？就那个我感觉到它这款饵是特别酸的，全部是天然发酵的，加一点雾化，要不要加点白粉？要，白粉再加一点。啊，这也行，白粉加一点。红光啊，集体给我们开饵，他对这个伐钓钓莲蓉的饵料也比较熟悉，他准备主攻莲蓉，那么我们就让红光呢一起把我们4个人的饵。都开了，实际用的是一样的饵，只是钓法不同而已。九龙湖环境优美，四周山深林密，植物繁多，以峰峦叠翠、山水灵秀为特色。这里风光得天独厚，青山碧水、绿树翠竹相互交融。山水树鸟相映成趣，充满生机。这里水域河网密布，水草丰茂，更是孕育着众多鱼种。蜿蜒曲折的湖岸线，保护得力的原始湖道标点众多，给鱼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这里正是钓鱼人梦寐以求的垂钓圣地。它的水我感觉看了一下，这水好像还是比较肥。根据那个胡老师的意见，我就是说，还是以它的那个发酵的酸的为主，加一点雾化的，它的那个浮钓的那种浮钓莲蓉，带一点也是酸的为主，拿来雾化，然后加一点白粉。我就用那个伐钓的最常见的一种缓降的钓法。这种钓法呢，就是，根据你轮子的这个，包括你钓线的顺滑度，把它配重调好了。我是用咬铅调的配重，咬铅加上玉米，能在入水过以后，让这个轮子啊缓缓的放线，就让这个玉米呢自然的稍微慢一点的节奏，然后往下飘荡。这样在收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通常也撒一点小颗粒啊、粉饵啊或者小鸡饲料呀、边诱边收索。胡老师是那个钓底，
钓那个草鱼跟扁鱼为主。我呢前面也是跟胡老师一样，钓微铅，钓底每个层次搜索。对于资深钓鱼人来说，来到新的钓点，配好饵料是关键。然而，运用筏钓搜索并锁定鱼层更是非常重要。从一开始呢，我是用微铅收索钓，他们说呢，这个地方水深呢大概有14、15米，啊，我收到底，从1米开始搜索，收到底过以后呢，发现是9米。想胜他们肯定还是钓连盘头好，我们就干脆就直接奔那个连盘头去好了，差不多吧？可以，你钓5米，我钓4米。好的。先找鱼群，层次先把它找到。对，看它的鱼到底大还是小。响应他们应该是还是干这个好。奔连盘头去了，他浅我深嘛。就是层次区别一下嘛，我们肯定要层次要找到以后才攻哪个层次嘛。就是从5米开始钓，两个人层次相差1米或者是半米，这样的话我们就找鱼层，找到鱼层以后马上就跟上来，就采取这个办法。3个小时过去了，有没有中鱼啊？哎呦，就快了，还没中，还在游嘛。不过自然水域的鱼不好钓。我刚才有几口，可能鱼太小，都没有打住。你是在钓玉米是吧？玉米微铅钓的。对。哦。到5、6米的时候有一点小口。那是小马口。大概是在前期打窝打了以后，大概3个多小时以后中了第一条。这样自然水域的话是要2、3米左右。今天下雨的话呢，有可能气压有点低嘛，鱼的话呢是偏深了，所以说呢在4、5米左右。感觉怎么样？感觉心凉凉的，感觉怎么样？加油啊！有点大哦。加油，三弟。好。哎。我们先中鱼，然后再调侃我们吧。反正我们心里也比较急，虽然就是忽然之间的掐鱼，还是那么心里也是比较着急的。我们领先了，你们加油哦，胡哥。好的，我这鱼已经快了，马上要来一条20斤的大草鱼。真漂亮，肥呀！鳙鱼吧？对。来，朝我来。好。红光跟红铜的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鲢子，这条鲢鱼鲢子并不大，大概是在3斤左右。哎，好，搞定了。像筏钓钓鲢鳙呢，其实是很过瘾的，因为呢，每个鲢鳙来吃，它全都有预兆，它就是
刚开始时候的是杆尖轻微的在抖动，上下在抖动，轻微在抖动，因为证明这个莲蓉已经到那个咱们的饵料的附近了，然后它就接着不停的在慢慢抖动之后，紧接着就是要么就是一个大弯弓，就是我们钓筏竿的人的期待的一个大弯弓，很兴奋的那个大弯弓，要么就是弯下去之后，竿梢弯下去之后回不来，那也是中鱼的信号。所以说就抓这2个信号就行。马上我是不是也要换呀？我也想钓鳙鱼了，看见他这样中鱼了。看到他们钓到了莲鳙，胡伟开始着急了，直接来到赵红光这边询问鱼层情况。他决定调整战术。钓了几米深啊5米。5米啊？对。你们俩都钓5米啊？我稍微浅一点点，都差不多吧，4.5米左右。阿达，他们钓的4、5米深啊，你那边也冒泡了吗3米浅啦，这个钓深一点。今天天比较凉，这鱼可能在深一点的地方。赵红光钓到了一条3斤左右的莲鳙，心中满心欢喜。胡伟那边的钓草鱼却不太乐观，手一直不停地搜索鱼层，却硬是没碰到咬口。突然，一个明显的咬口让胡伟瞬间看到了转机。张老师，你看看，这是什么？哎呀，鳊鱼，什么鱼啊？鳊鱼。哎呀，也不错啊。好了，要来就一起来了，这鱼现在。对，那就鱼都入窝了。一吃都来了。中了一条鳊鱼，我们边钓边诱，就是用筏钓的缓降的钓法来搜索。入库了哦！玉米钓的吧？玉米钓的，3米多深，中的。听说这里还有草鱼啊，你那个可以钓草鱼啊。对啊，看看能不能碰到草鱼啊！碰到草鱼就能赢你们了，这小鳊鱼肯定输给你们了。随后，胡伟当机立断，调整战术。陈立达主攻莲鳙，胡伟继续钓草鱼。三弟，你要主攻莲鳙了啊！他这个鲢鱼一进窝，我们就完了。红光第一个中鱼的，他中了一条鳙鱼。当时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地方肯定还是有鳙鱼，但是我又不太想放弃。紧接着呢，我又中了一条鳊鱼，这样就更舍不得放弃了。赶紧，马上我们也要钓鳙鱼，这样不行了。那么我们也赶紧调整，由我来钓莲鳙，然后胡老师仍旧是按照以前那个钓那个微纤，逐层搜索。自然水域里边，它中了3、4斤重的鳙鱼，也算比较大的了。为了这个掐鱼的胜利啊，我就赶快让陈总换了钓法了，他开始钓鳙鱼，我还继续搜索钓底、钓半水，主攻鳊鱼和草鱼。都中了，他肯定进窝了。加油！加油！你这不是在气我的吗？还加油！加油！
我哥钓浅一点，我要稍微搜索深一点。所以说呢，他浅一点的鱼呢，前面他先上，后期的话呢，我深的话也上，就晚一点。中午12点，4人顾不上吃饭，集合在一起开个短会，商量下步计划。赵老师啊，我们看从7点钟钓，现在已经12点了，是5个小时了，再干1个小时结束，好不好？好，我们再考吧3点。好的，再钓1个小时，你马上下1个小时。我要换连用，换连用，好吧？你换连用，然后呢，我们再钓休息吧。这雨又一直下，钓过5个小时了，比较辛苦，好吧？好，加油，最后1个小时。好，加油！雨越下越大，他们是又饿又累。回到钓点，他们希望像之前那样，能等到不错的咬口。但是窝子重新打了，却还是事与愿违。吴老师，哎，没口了，我的鱼都跑了，已经冒泡了，可能跑到你那边去了，当年一口没打着，都到你那里去了。有鱼泡了吗？我们这也有鱼泡了啊。这时，陈一达这边发现了很多鱼泡，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连续中鱼那一阵之后，后来就没鱼了。我感觉可能是窝子补得太重了。后期我们都一直都没动静了，就是胡伟，老师那边，他这我那个鱼的话都往他们那边走了嘛。时间1分1秒过去了，突然陈一达叫了起来：“中鱼了！”好，中了，中了，哎，我们也中鱼了。中鱼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吧。守了从早上开始钓到现在，我就中了1条鱼。钓到鱼了。没有。哎，有，你看，点鱼苗，
哇，我钓了一条最大的一条。张老师，看看这条扁鱼。最小奖给你。